2023年，德国著名环保组织最后一代因堵马路、拦飞机等壮举，被警方定性为犯罪集团，开启大搜查行动。2024年，背负宝马、大众希望的欧洲小宁德时代北孚，耗时9年，烧光150亿美金后宣告破产。同年10月，德意志长子大众宣布考虑关闭3处德国工厂，高管费舍尔表示，公司必须适应新的现实。2025年3月，曾创造过 V2 的火箭故乡德国，一枚新火箭仅首秀30秒便倒栽葱坠海，但官方坚称取得圆满成功，理由是发射台完好无损，甚至验证了飞行终止系统。大家好，我是不短小也很精悍的星辰 UP 主新人。是的啊，继丹英成为首个丧失钢铁产业的老牌强国后，曾在中文网饱受赞誉的工业 4.0 提出者德意志搞枚火箭飞的还不如80年前的老祖宗 V2 高。更离谱的是，别人找发射场是越靠近赤道越好，德国跑到了高纬度的挪威，也许是为了好出片吧。我还查到啊，就在3月，德国之声发布了一篇报道，德国经济支柱工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短短3年半呢，曾经默克尔时代号令群雄的德国，为啥会从工业 4.0 干成工业404呢？这背后绿党和环保组织又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转发加点赞，这就是环保，听德意志说。Jetzt, wenige Stunden später, darf ich mich in diesem feierlichen Rahmen nach 16 Jahren von Ihnen als Bundeskanzlerin verabschieden. Wir werden gewinnen. Since the war in Ukraine, there's been this huge energy crisis, particularly in Germany. After 2 years of recession, Germany's GDP is set to take another hit. Lieferer ZF streicht bis zu 14.000 Stellen. Bei SAP fallen 10.000 Jobs weg. Ford 4.600. Bosch 3.760. Bayer 3.200. BASF 3.300. Michelin 1.500. 经常抗议的小伙伴都知道，环保是欧洲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诞生了诸多能征善战的悍将啊，包括与特朗普隔空互喷的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还有依靠石油暴富享受就业就医教育全民福利，国内产业全部依赖石油但坚决反对石油开采的挪威自然与青年，以及创下攻占伦敦机场、挖地道筑树屋、搅黄高铁2号线等诸多战绩的英国反抗灭绝组织。不过相比于以上这些小打小闹，要说还是德意志最精神，没丢分啊！因为人除了喊口号搞抽象，环保先驱德国绿党甚至跻身执政党就地实操，各种奇葩活都不能叫小刀拉屁股了，那是大砍刀拉屁股啊！2021年高举环保大旗的绿党在大选中大赢特赢，之后内阁分担高中，更是一举拿下外交部长、经济部长和农业部长等5个重要席位。首先是食品与农业部长杰姆，刚一上台就发表著名言论，必须提高食品价格，因为廉价肉类泛滥会阻碍改善动物福利，加快物种灭绝。还没完呢，大毛二毛开打后啊，部长大人振臂一呼，号召德国人少吃肉，对抗普京，理由是俄罗斯将粮食供应作为武器，被俄罗斯发言人反怼，建议减少呼吸啊。大哥，你是农业部长搞点农业不行吗？好，这就搞。他的另一大高论是改麦为麻，提倡大麻合法，让农民享有大麻自由。你别问危害有多大，你就说能不能赚钱吧。更抽象的是，2023年德国出现600亿欧财政窟窿，这位大义凛然的农业部长当即决定苦一苦农民，宣布取消农业柴油补贴，取消实施100多年的农机免税，理由是这些补贴会对气候造成破坏。结果导致3万农民开着5000辆拖拉机进军柏林。这波骚操作再叠加俄乌危机，全球经济下行，导致德国月通胀率最高冲到9%，食品价格创20年最高水平。一刻也没有为农业部长的胡言乱语而哀悼，立马来到舞台的是更重磅的绿党党魁，默克尔后首个有能力竞争总理的女候选人，前蹦床运动员，刚下台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可惜的是啊，这位蹦床姐呢不善外交，反倒更像德意志迪巴图鲁。自她上任后可谓金句不断啊！慕尼黑安全会议要求普京做出360度转变，还喊出不管我的德国选民怎么想，但我坚定支持乌克兰。好家伙，元首当年也不敢说不管德国人怎么想嘛。2023年啊，他又整了个狠活，代表欧洲对俄开战。在欧洲委员会大会上，为了呼吁团结，这姐们儿啊脱口而出：我们欧洲啊处于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战争中。一时间友邦惊诧，德国外交部驻俄大使馆总理舒尔茨紧急出面灭火。别误会啊，这事儿跟我们没关啊！你以为这就完了？众所周知，汽车是德国经济支柱产业，中国则是德系车海外最大单一市场。大家猜猜，蹦床姐最擅长的是啥？强烈反华。2022年中德建交50周年，舒尔茨率豪华代表团访华，结果这姐们儿提前跑到日本，对南海问题大放厥词。2024年，奔驰、大众、巴斯夫宣布加大在华投资，蹦床姐又开始作妖，直接跑到中国指指点点。你问他图啥？那肯定是图160呗。不仅如此啊，能源方面，他反对建造北溪2号天然气管，主张立即全面禁止俄罗斯能源，支持2030年前完全去除燃煤发电。中国市场，俄国能源，基本德国靠哪根管子吸气。这位大姐叫拔哪根？好消息是，她真做到了。众所周知啊，绿党对德国经济的贡献就如同特朗普对美国股市的贡献，那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没有更好啊！2025年3月，德国最大最先进的莫尔堡燃煤发电厂随着2声爆炸轰然倒塌，主推者也是绿党。这事儿啊，够得上星辰我出一期世界奇迹了啊！有多离谱呢？该电厂始建于默克尔时期，2015年由时任汉堡市市长舒尔茨亲自启用。现在被炸的时间点也很巧啊，这个咱后面唠。总投资超30亿欧，发电量达1654兆瓦，采用全脱硫脱硝的超临界技术，排放极低。中国企业啊曾多次前往交流学习，但默克尔下台后呢，对火电深恶痛绝的绿党不断推高环保要求，最后2021年由联邦掏钱补贴，开发商关停了电厂，算下来啊只运行6年。紧接着俄乌开打，断了不民主天然气的德国不得不重新启用关停的几个污染更严重的火电厂，基本上前期疯狂内斗啊，后期自作自受。今年临下台前，绿党充分学习了北溪2号的民主案例，升级了环保主义新打法。考虑到关电厂这事儿呢，属于环保不彻底，就是彻底不环保，直接决定炸了一了百了。爆破计划在舒尔茨解散政府前2天成功实施，这别人是养鸡生蛋，他们是直接宰了鸡不算，这连窝都给烧了。更搞笑的是啊，就这么个简单的爆破都炸呲溜了。原本要炸毁2座高100米的锅炉，结果只炸它1座。至于炸完之后咋办？好说，再花3亿欧原地建一座100兆瓦的滤清中心。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抛开氢能价格高，容易自爆，不好储存不谈。上过中学的都知道，想获得氢气啊，还得有电，而且要大量的电。那电哪儿来呢？德国人的办法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等环保电力制氢，闭环了，家人们。不仅如此啊，早在2023年，在绿党力推下，德国顶着俄乌危机，能源价格飙升，关停了最后3座核电站，彻底告别核电时代。啥？你问靠啥能源发展？环保电力加老美的恩情天然气呗。这一番骚操作下来啊，效果立竿见影。2023年开始，德国 GDP 更是实现了连续2年负增长的好成绩。德国工业电价超过欧洲平均水平，大众、巴斯夫等能源密集型企业不得不裁员增效转移海外。德国在企业大幅裁员后呢，才发现背后全是问题，这就是成语德才兼备的由来。对了，前绿党党魁哈贝克现任经济部长，他跟贝尔伯克简直堪称博物馆双子星。他曾敦促民众接受能源价格上涨，声称这是对抗俄罗斯的代价，甚至呼吁民众少洗澡啊，减少取暖来节约能源。而当被问是否担心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破产潮，他的回答是：小面包店可能不得不停产了。我有一计啊，请诸君静听。要不绿党学批社玩家，点几个国策，让老百姓实现光合作用呢？虽然农业部长主推大麻，外交部长无脑反华，经济部长笑掉大牙，能源短缺还要拉闸，绿党还将手伸向了民生。2023年，以注重环保闻名的巴福州弗莱堡市议会通过了一个神奇议案。对，就是咱之前斯图加特火车站那个巴福州，为节约开支，强制当地小学和幼儿园食堂只提供素食菜单。
怎么说呢？我倒是一点不奇怪，因为绿党还没上台就和社民党呼吁采取大胆措施减少肉类消费来保护气候。有多大胆呢？提议将肉类增值税7%直接提到19%。2024年，绿党又通过了建筑能源法案，2025年开始禁止安装燃气锅炉，必须换成更环保的电热泵。环保倒是环保了，美中不足的是这玩意儿初期安装成本呢，比燃气锅炉贵约7000欧。有了绿党手持环保这根大王鞭，德国工业真就比孙悟空戴上紧箍咒还惨呐！想抄中国作业，引进特斯拉，刺激新能源汽车发展，结果呢，抗议集会都属于小儿科环保组织直接冲进工厂捣乱，放火烧工厂输电塔，在工厂附近铁轨静坐拦火车，逼得豪言壮语要复刻上海传奇的马斯克，打这之后成天发推跟这群生态恐怖分子互喷。这种人那神经病，想摸美国屁股搞半导体。好，2022年，英特尔宣布斥资300亿欧在德国建设晶圆厂，德国承诺100亿欧资金支持。但半导体是个高耗能产业你德国那个电价能搞半导体吗？搞不了着。没这个能力，知道吧？再加上项目没开始，环保团体提出了13项反对意见，吓得英特尔赶紧暂停、推迟、取消，1键3连。更抽象的还是欧洲电池一哥北福人口号喊的是从东大夺回新能源电池行业的主导权，从创始国瑞典到欧盟全都给北福一路开绿灯，特批贷款，补贴更是发到手软，厂子还没建，奔驰宝马西门子就送钱送订单，还给足了预付款。结果呢，为了全清洁能源，跑到瑞典北极圈内的一个小镇建厂，这地儿夏季天不黑冬季天不亮。最后环保少女还没发功，自个儿就烧完钱破产了。猜猜他的最大股东是谁？德国大众。绿党的汉斯专员们如此努力，民间环保组织也不甘落后。2022年，经济部长哈贝克与煤炭巨头莱茵集团达成协议，2030年前逐步淘汰煤炭，比法律规定提前8年。作为交换，绿党同意了扩建一个露天煤矿的要求。得知消息后，德国最后一代、星期五为未来等大批环保人士突然冲进工地阻止，莱茵集团人都傻了。我们是说2030年淘汰煤炭，但没说现在不能采还有7年呢。双方属于你说有协议他说天海议，最后逼得警察出面，用警棍帮环保小将冷静。更过分的是，最后一代的示威者多次冲击机场，将自己站在柏林勃兰登堡机场、法兰克福机场跑道上抗议航空碳排放，导致数千旅客航班延误。就问你，如果你是老板，你会在这个日常被环保人士上门，偶尔机场瘫痪的地儿建厂吗？更惨的是成天念经还容易被反噬。绿党遇上个更绿的，主张绿色新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你们不是天天喊着要环保，满足你们。2024年3月，欧洲议会高票通过了号称史上最严环保铁拳的欧7车辆排放标准，决定2025年7月1日起实施。啥概念？这么说吧，真要按照标准干呢，你挑个空气差的日子开车出门，相当于开了个移动空气净化器。并且欧7还首次引入轮胎磨损和刹车片磨蹭的排放要求，就差把车主头皮屑算在内了。这可苦了燃油车大本营德国喽！大众 CEO 公开呼吁暂缓实施，因为这会让每辆车成本增加3000至5000欧，大众将失去竞争力。绿党籍经济部长哈贝克也跳出来，我坚决支持欧盟2035年禁售燃油车禁令，但标准实施缓冲期才1年太短了。最后反对无效，这刀砍下来德国汽车工业再遭暴击。好消息是，贝尔伯克因为大选失利丢掉了外交部长的大位。坏消息是，他被德国政府提名为联合国大会主席候选人。5月15日，贝尔伯克拍着胸脯表示要为所有联合国成员服务，做诚实调解人。但这姐们过去一说中国就人权新疆，一提普京就口吐芬芳，结果遭遇了爽哥的灵魂3问：如果你就任第80届联大主席，将如何领导联大抵御单边主义的冲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特别是如何加速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此处我有一联，上联停油气炸电厂，环保先锋就看激进绿党；下联企业跑岗位灭，自断手脚得属德国工业。
2021年的大选中，绿党获得创纪录的 14.75% 选票，时隔16年重回第3大党。但等到2025年，绿党得票率仅 11.6%， 被排除在内阁谈判之外。溃败最重要原因，也是绿党被诟病最深的与现实脱节、经济腾飞、衣食无忧之际，普通人还会关注环保。但绿党为了环保不惜牺牲经济的倒反天罡，最终呢也让德国撞了个头破血流。毕竟执政不是喊喊口号而已，高举价值观大旗可以吸粉，但当你无法切实解决问题，最终也只能是被问题解决。如今物价、移民这些问题哪个都迫在眉睫，气候也不再是普通德国人关注的主流议题。这让我想起柴静采访丁仲礼院士时的那一席话。那么我就说问你了，那么就说中国人是不是人？现在同样的问题甩到德国面前，绿党用多年实践交出来一份0分答卷。2021年10月，执政16年，熬过5位英国首相、4位法国总统和7位意大利总理，带领德国跨过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冠的默克尔下台。当时德国人均 GDP 增长 18.3%， 位居7大工业国之首，贸易盈余、工业产值等几乎所有经济指标全线飘红。但4年后的德国经济倒退，工业外流，投资腰斩，历史的回旋镖最终化为了魏德尔在国会对总理舒尔茨的破口大骂。 Deutschland steckt tief in einer Rezession. Als einziges Industrieland schrumpft es. Und dafür trägt weder Putin die Verantwortung noch die Welt, noch irgendeine herbeifantasierte Weltklimakatastrophe. Diese unfähige Regierung trägt als einzige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as Desaster in unserem Land. Weil sie ihr eigenes Land, weil sie Deutschland hassen. Diese Regierung hasst Deutschland.